退半步，不怕艰难险阻。逆境当面心不乱，牢记心中信念，为正义仗义直言，不放弃勇敢。心生残，生其然，志在四方是少年，路再远都坦然向前。总有未知的考验，谜团中抽丝剥茧，哪怕黑暗依然并肩，不改变，但是好事在人间。星辰与手足作伴，我问前程，只盼真气浩然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心中念一物，卦象自然来。起卦，阳阴。这笔买卖成了，官差来了。哎呀，少卿，不是，你们怎么就这？岳先生，你别紧张，我们少卿就是想跟你打听点事儿。想打听何事啊？崔贝，崔贝，大理寺明镜堂的崔贝，是不是来找过你？哦，我就简单给他算了一卦，他呢八字特殊，命带煞气，故而气运不佳。我看你是信口开河，你这摊子你……是少卿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当时啊，就跟那位官爷说，谁的这命数里边都有点不吉利的东西。我安慰了他一下，但是他坚持说清明当天晦气尤甚，那我可有消解之法。你是如何建议他化解的？那我跟他说，那最好清明那天就远离人群，到阴气重的地方去，比如说山的北面啊，自然可以安度这一天。其实嘛，这在屋子里待久了，你出去透透气。原来崔贝出走是拜你所赐啊！官爷，其实啊，很多时候人们来求卦，那并不是说真的要什么解法，他们也知道没有什么真的解法，对，只是想求一个安慰。我在帮助他们。懂了，信口开河，巧言令色。一口官话，您说的是缺点拐弯的。夸我，他夸我呢。原来他清明故意避开我们，是怕对我们有影响。难怪连照面都不打就走了。我们忘恩负义，背信弃义了，差劲，太差劲了。崔贝应该是有什么缘由，不然为何单单介怀清明啊？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呀？那俺们去找崔爷吧，他既然躲起来了，咱出去找他，不就中了吗？哎呀，说是这么说呀，上哪儿找去啊？咱们可是大理寺的门面，明镜堂的精兵，就连穷凶极恶的犯人都逃不出咱们手掌心，更别说一个小小的崔贝了。少卿出马，一个诸葛亮加4个臭皮匠。那快找吧！多看看有什么线索。书架上面是。陈实，看柜子里还有什么？装。少卿，你果然是中了。他只提过要去山上，但没说具体是哪座山。哎，我们也没追着问。他拿了2件衣服，又打了包袱。这是要过夜呀？他去年也是清明后回来的。哎，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，靴子是湿的。应该是被晨露沾染。1天1夜，能步行去的地方并不多。天池山啊！李少卿，何事啊？李少卿，
这按说今日尚在休沐，追捕逃犯之事不该麻烦少卿。可是那逃犯已经逃入山中，上官少卿此刻也不在寺中，所以还需少卿受命，也好吩咐下去搜山。哪儿来的逃犯？啊，前些日子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打了个晴天霹雳，刑部的牢房就塌了，逃出了很多要犯。什么都是打雷了。但是大部分都已经缉拿归案了，就这一个一直在逃。此人之前犯过什么案子？是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，抢了不少官银，也杀了不少官差。但是这赃物啊，一直没有找到，也没有发现同伙，所以就一直压在牢里。逃犯还是得尽快缉拿归案的。得令。等等。哦，少卿，你刚才说逃犯上山了，上的是哪座山？东边的天池山。真是啊！快！你确定他上山了？他携了一辆牛车，到山脚下便弃车了，应就是为了进山而去的。备马，让你们的人先别搜山，我们亲自去搜。快去！我来帮你。哦，是。还没说完，去天池山。走走走，你自己来。快点！哎，等我一下。哎。逃犯就是从这失去踪迹的。这光上山就有3条路，也不知道崔贝走的是哪条路啊？哎，我们不找崔贝啊，我们找逃犯。崔贝今早上的山，肯定追不上，但逃犯是刚上山的。哦，所以只要追上逃犯，就能让他不伤害别人，遇见崔爷。这个逃犯为了躲避追踪，肯定不会选大路，一路奔逃，体力消耗。那条路太陡了，他也不会选，那就是这条。走。少卿，我们……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拦着我干嘛？知道你要说什么？人家少卿都说了，不相信晦气，你还提，这摆明了自讨没趣嘛。我不是怕突发意外吗？没事儿，没准少卿跟我一样命硬，相安无事也说不定呢。啊，不可能！走。哎，你慢点。哎，少卿，还是那棍子探路吧。没事，小心我开路，跟上。哎，这……哎，少卿抓住！什么破地儿，这是！别！哎，少卿，我怎么了？我探过，没折。不是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马粪包，这马粪的味道。真是。少卿到底采到什么东西了？这是蘑菇，做药材还怪好了，就是味儿有点大。有味道吗？没闻着啊。少卿，您不是风寒了吗？闻不着味儿很正常，很正常。现在呢？好点没？好多了，别。走吧。等等。我刚才采到几个来着？一个两个别。你们几个没有采到过吗？所以少卿你是真倒霉啊！没再说这个。你们看这儿，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人采到了。少卿的意思是逃犯？那说明逃犯走的就是这条路，我们没有选错。走。好。这个是。少卿，要不咱们还是换一个人开道吧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怕我影响你们啊？不是，怎么会呢？要倒霉也就一个人，我是担心少卿你什么呀？疑心方生暗鬼，不用担心我。
这少卿。哎，少卿，这儿能上山。走。走。慢点啊！哎，少卿。哎，别！快跑啊！闪开！哎，起来吧，马蜂都走了。还好，都没被蛰着。这是风险中的万幸啊！少卿，你还是只有少卿啊！我应该就是离着马蜂窝比较近嘛，所以也不是什么坏家。少卿，你不用非得和我们解释。我就是说一些实情嘛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马蜂窝出现的比较奇怪？难道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的？不然我们几个就那么走过去，它平白无故掉下来啊？哎，对啊，我光顾着多了，都没注意啊。是逃犯专门放在那里，如果有人追他，就会被马蜂袭击，追他的人只能换路上山。不过这反倒提醒了我们，他就是顺着这条路。走，走。木叔，走，走。崔居士今年又来了，房间已经给您留好了，还是去年住的那一间，也有斋饭。多谢张真人。不必客气。那我们是先行去会，还是……我先安置一下，稍等，再劳烦张真人施行仪式吧。也好，也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方才在山门口捡到一物，推想是真人的，便带来了。是在山门外吗？是。还真是我的。多亏了崔居士啊，否则呀，怕是我自己都忘了。啊，晚些时候我还要入林采药，若居士不介意，我们还是早点去会吧。等张真人忙完，叫我便是。崔居士，贫道已经准备好了。张真人，我马上便来。好。
，5。好了，如此，便结束了。好像比去年的法子更简单一些。崔居士不必担心，去会效果无益。张真人，我许诺供奉的银钱少了几两，是否会有影响？崔居士啊，无碍的。在野外这种事很正常，别总拿煞鬼说事啊。可是都2次了，而且就是冲您啊，少卿，您怎么就不信我呢？什么信不信啊？这种事再一再二很正常，不可能再三再四。哎，少卿，你千万不能说这种话。没事啊。这些树挡着，咱们什么都看不见了呀。得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。哎，少卿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？哎，少卿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别，你还是小心点吧。哎，少卿，小心别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？没必要。小心别。应该挺结实的啊。哎，少卿，你慢点，少卿小心，小心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什么事儿没有？我不是猫啊！走了，走了，走开呀！少卿，这下好了，真出岔子了。我都说让少卿别把话说死，他非不听，结果我没事。有猫啊，有猫。你咋从树上掉下来了？少卿，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这荒山野岭的怎么会有？哟，哎呦！真是猫呀！哎，这只猫好像很喜欢少卿啊。我知道翠薇去哪儿了。啊？这只猫是人养的。它确实啊，挺干净的，不像是野栗子。既然是人养的，那养它的人家应该就在附近。我在上面的时候，你们看那儿，那儿有个道观。道观聚阴，崔备去的准是那儿啊。哦对，之前崔爷还让给他买阴黄纸，肯定是抄经用了。走。你是？我找人。这观中只有一个张真人，你是来找他的吧？啊。哦，张真人方才去观后采药去了，估计晚些时候才会回来。那我等他吧。这边请。厅中有茶，在这里稍等一下吧。
你干什么呀？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我也没想到你会突然碰他，他伤得用冷水敷。等一下，快一点啊！来，好点了吗？你给我敷的什么东西啊？清水啊！这是水吗？怎么还火辣辣的？我刚才从伙房拿的，好像包了胡椒。你不是捉弄人吗？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我再给你取点过来。不用。天色已晚，大姨我困了，这儿有地方睡觉吗？有，请跟我这边来。赶紧的。我也暂住院中，若是有什么事，叫我便是。叫你还不够晦气啊！哎，赶紧的。是，这边请。慢点啊。这边，来。果然是因为供奉钱不够，才导致聚会效果不行的吗？
烧起来的。那里面还有个香客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，我想点办法。快！啊！往我身上倒水！小心！崔爷，来！先把他带去大堂，喂点水，应该一会儿就能醒过来。是。1、2、7，看住，是。7。来，走。崔居士不必自责，此事责任不在于此。话虽如此，但若是我能发现的早一些，许就不会烧成这样。倘若我昨天不在这里，或许都不会有这场大火，也未可知。居士何苦这样想呢？少卿大人，不知可否陪我们去起火的房间看看？自然。请。请。这就是着火的位置啊！都是怎么布置的？这间屋子和我借宿的那间布置基本相同，床头都是朝东。进窗的位置是床尾，这布置不奇怪吗？居士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灯放在床尾，照人不晃眼睛吗？哎，对呀，那躺下的时候晃眼，眯的时候也不好眯，应该放床头啊。也许这位居士习惯特别些呢，也说不准呢。是吗？各位居士啊，这里面灰尘太大，我们还是外面说吧。好，请。哎，贫道方才竟一时失了神，啊，多谢。真人不必难过。神都道观众多，若你不嫌弃，我可以代为引荐，让你转投他观。不必劳烦，以我之能啊，照顾一个小小的道观尚可，换做其他地方啊，可能还不适应呢。真人过谦了，不过到底是不适应，还是不方便？居士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贫道没有听明白啊。若你真想在这荒山野观中一躲到底的话，真的不应该放这把火。放火？居士的意思是我放的火？嗯，我怎么可能烧自己的道观呢？如果是被逼急了呢？那人是前些日逃狱的犯人，他为何不为路远专程来你这儿？原因你心里应该清楚吧？逃犯？嗯，他是来找你的，原来你们认识。不只是认识吧，应该还是关系匪浅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旧案同谋吧？你藏在这儿，难怪官府的人找不到啊。是不是误会了？是不是误会了？等我说完你再辩解。你俩应该是劫了一批官银，然后在分赃的时候
他被捕了，你逃了出来，带走了全部的官银，就躲在这儿，成为了一个野道士。我有说错吗？居士，这一通故事是听着很好，可是有依据吗？我们这一路上山，可是有不少的发现啊，比如说赃银。我的银子，我的银子，我的银子，别动！我的银子！看好了，这是今年新铸的银子，大理寺刚发的饷，炸你呢！别动！来走吧。我的银子，走走，我的银子呀！少卿，你们怎么自己上山来了？追捕逃犯，应当派人搜山才是。反正不是放假嘛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就踏青。是吗？即便是不抓捕逃犯，我们也是要上山的。俺们就是来找崔爷了。找我？啊？谁让你一声不吭就走了？了无音讯，让我们一顿好找。我以为你们……你以为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个季节啊，还是山上风景宜人。都踏青望清明。我想起来，我爹以前在清明节的时候也曾带我去踏过青。时间已经过去11年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看过这些景色。谢谢你们来找我。我总怕别人介怀我命硬晦气，所以在别人开口前，我总会提前避开他们，想与人保持距离。只是离开太学，都是孑然一身。阿爹，不要走！这是公务，咱们也还在等待朝廷的救济啊！啊！不许走！不许你走！你要是走了，就别回来了！
如何才能挣脱？是否都由不得我？拉扯我的回忆太多，没人懂过我。困住我的迷茫时刻，无意的坠落。你在角落守护着我，却从未言说。哎，干什么？这就是那个有名的煞鬼崔贝，听说他又得了头名。嗨，这种天煞孤星之所以成绩这么好，说不定大家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才这么倒霉的。就是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我时常都会梦见他们，但每次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。别走！我就在想，别走！是不是他们在埋怨我，才不愿意在梦里见到我？像我这样的人，天生就招灾惹祸，真的适合留在大理寺吗？说什么傻话呢你？我听你说这么多，我觉得你父母如此疼爱你，你怎么能说他们怨恨你呢？我倒是有点担心，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我们，所以才差点遇险？毕竟若非顾及我们，你也不会独自上山；不独自上山，便不会遇到贼人相争，受到牵连。怎会？我怎会如此想？那不就行了？什么煞气晦气，皆是由你心里所起。今日罐中大火，怎么？难道要怪自己没能未卜先知？但若非是你，那名香客早就葬身火海了。那对他而言，你是福星啊！你总说自己时运不济，访克他人。那你换一种思路啊！若非是你常常遇险，所以以后屡屡遇到险情的时候，才可以得心应手，泰然自若。你呀，熟读各种典籍，什么奇案、要案的详情都可以倒背如流。但唯独这个案卷，显然是很多年以前的，一直放在你的案头。看痕迹，为何没有打开过？是因为里面记录了你父亲的死因，你不敢看，怕里面记录着的是飞来横祸，是自己客死的父亲，所以你一年又一年地对着案卷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死生有命，想要放下这一切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打开看看呢？那这样吧，我以大理寺少卿的身份，命主簿崔备核实这本卷宗的案情，若有错漏，履行查明。三月忘了背，熬夜忘好几回，小情不忍一回，我在小睡。愁死了，心情很颓废，无名身后跟随，则始终抬头没呀，好想流泪。
家伙，怎么又做错了？哎呦，俺那个乖乖，弄啥嘞弄啥嘞，俺在弄啥嘞？加班工作太累，生活太无味，摸鱼划水机会，尝尝口机会，老板画的大饼撑坏我的胃。弄啥嘞弄啥嘞，你在弄啥嘞？弄啥嘞弄啥嘞，又在弄啥嘞？方案对也不对，甲方没反馈，又该回第一稿，我又难怪谁啊？咖啡再倒一杯，事情要准备到位。年度最佳员工不是你，他还能是谁？别怪工作太累，青春可别浪费。一人干2个人的活，是我给你机会。